刚刚一份报告震撼发布，全球人才竞争格局突然生变，香港顺利逆袭，超过新加坡重回亚洲第一。新加坡呢，却从曾经的亚洲第一、全球第二大跌至第7。这场亚洲人才大战正在全数洗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新加坡究竟为什么丢掉了亚洲老大的地位？而香港的逆袭又有哪些秘诀呢？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深挖2025全球人才竞争力报告，带你看清这场堪称史诗级的争夺战。全球化的今天，人才去哪就有未来。让我们先从新加坡开始，说说它的下滑原因。第一章，新加坡为何痛失亚洲老大地位？为了吸引全球优秀人才，新加坡这几年花了不少心思。但这份报告指出，贯穿教育、成本、政策这条主线，新加坡的弱项正在显现。我们先说说第一大问题，教育投资不足。新加坡的教育投入仅占 GDP 的 2.1%， 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全球倒数第3，而且新加坡本地学校的牺牲比例也不高，学徒制落实进程落后，甚至拖累了人才发展排名。它从2020年的全球第22位大跌至现在的第30。教育的基础打得不够牢，人才自产能力有限，这自然会对整体排名带来影响。但还有一个新加坡高喊承受不起的问题，那就是生活成本。这几年新加坡的吸引力排名竟然从全球的第42位一路跌至第65位。企业在这里，小企业主告诉我们，搬去东南亚成本可以减少1半，高端人才也开始转向成本更低、性价比更高的城市发展。一个充满高成本的城市环境，谁能住得起？谁能生活得下去？新加坡的问题究竟有多严峻？接着往下看，第二章，生活成本有多贵？接下来，让我们通过一系列详细的数据分析，来看看新加坡和香港的生活成本到底有哪些差距。首先是住房，新加坡的失租公寓的租金全球排名第6，特别是对于外籍人士来说，这笔开支非常高。而香港虽然也是全球租金标杆，但租住成本却比新加坡低了 16%。然后是交通，新加坡的车辆用车证制度让一辆普通汽车的价格直接翻了3到4倍，甚至超过了全球任何一个国家。最终，新加坡的交通成本比香港几乎高出2倍。还有国际教育，外籍家庭在新加坡高昂的国际学校学费是绕不开的一环。对于很多高端人才来说，这笔开支实在太过沉重。而香港的教育基础虽然也不算低，但整体性价比相对更优。根据数据粗略统计，新加坡每月人均生活成本约为25,404港元，香港的成本则只有23,370港元。就在这样的开支差距之下，香港人的平均工资却还要比新加坡高出整整 9%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在香港工作，每个月能比新加坡多剩下5000多港元。很显然，生活成本正在重塑全球人才的流向，而企业和高端人才真的很难忽视这一点。第三章，香港 vs 新加坡留才策略大 PK。接下来，把镜头转向香港。这次排名之所以能实现惊人的反超，很大程度上源于香港的输入型策略全面开花。香港的策略核心是通过移民计划和留学政策，快速引入全球高端人才。比如2024年推出的 Top Talent Pass Scheme， 批准率高达 72%， 直接吸引了超过19万名申请者入港发展。此外，香港的国际学生表现也被广泛认可。IMD 报告指出，香港的国际学生职场融入率超高，生活成本相对低，加上移民政策的开放，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香港的人才吸引力。而反观新加坡的内生型策略，虽然教育质量出色，商业环境也稳居全球第3，但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，外加近期收紧移民审批政策，让新加坡的吸引力逐渐失色。香港和新加坡的打法毫无疑问是2种截然不同的模式，一个靠外部输入，一个靠内部培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这个人才全球化的时代，谁的策略更适合亚洲新格局？第4章，亚洲人才战场变天，未来谁主胜负？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份全球排名不仅揭示了香港和新加坡的竞争，同时也反映了亚洲整片战场正在洗牌。比如阿联酋今年首次进入全球前10，这背后的关键词是什么？私营部门强大和国际教育环境的飞跃式发展。这一模式或许值得其他国家学习，而包括台湾、马来西亚在内的国家和地区也都在逐步提升排名。其中，马来西亚晋升到全球第25，而中国则位列全球第38。虽然目前排名不算高，但中国在人才密度和未来潜力上值得所有人关注。很显然，全球人才竞争进入了全新的阶段，每个国家都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吸引力。未来究竟谁能站上新的人才制高点？变化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。第5章，新加坡的硬实力依然在线。说到这里，也有一个事实必须承认，新加坡虽然这次排名下滑，但它的硬实力依然非常强劲。例如在准备度这一维度，新加坡依旧稳居全球第2，科学与 STEM 专业毕业生的比例长期领先，基础教育质量拔尖，
机场技能与经济需求的匹配度极高，甚至在 PISA 的国际测试中，新加坡也是常年的学术领头羊。此外，新加坡的商业环境被高技能外籍人士评为全球第3，这足以证明它在高端企业眼中的重要地位。而且，新加坡向来以灵活调整著称，专家预测，未来它可能通过优化住房补贴、降低交通成本等精准政策，这场人才大战，新加坡并不能轻易被淘汰，它的未来依然充满可能。今天视频聊了这么多，你怎么看这场亚洲人才的大骗局？香港与新加坡，你个人更倾向于在哪个城市工作和生活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观点，你更支持香港的策略还是新加坡的模式？别忘了点赞、分享这期节目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取更多全球热点分析。